为了小伙伴们更加便捷的查询参考，我们对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做了改版。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以测评为名称的视频，例如三星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即可查看更加全面的数据。不光有实拍样张对比，还有性能跑分、发热续航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给别人做参考，只要我们出了测评视频，你都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上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九。今天没别的了，就是 iPhone 8 Plus 的开箱快速体验。这个大盒子是吧？每年呢都是 iPhone E 开箱吧，虽然说有一个大一个小的，基本上一次性就可以把它办全了，但是今年有2回，后边还有一个 iPhone X 啊。说实话呢，我对这个 iPhone 8和 iPhone 8 Plus 的这个感觉呢，并不是特别重，就是这个兴奋感啊，差了非常多。这次大家的重点呢，其实还都在新的 iPhone X 上。这次呢，我也是把我目前手里能找到的 iPhone 啊，全部都拿了过来。我订购这台呢是 Plus 的版本，因为有双摄嘛，在摄像头方面呢要比这个8代呢要好一些，这个跟7代的配置是一样的。先介绍一下我这边的机器啊 ，iPhone SE， 然后是 iPhone 6s、iPhone 6、iPhone 5s， 还有就是 iPhone 8 Plus Mini。没看过这台手机吧？小白测评独家。还有就是 iPhone 4，还有就是 iPhone 7 Plus。OK。盒子上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啊，就是跟之前那个一样，只不过是它这做了一个抛光的处理啊，告诉你这个回归了一下经典吧，三明治的结构，整个后面它是玻璃的，咱们来把它打开。而且这个盒子的颜色呢，也由之前这个亮黑色那个纯黑色变成了一个灰色的那种感觉。后背就没有什么了啊，64G 的版本，因为我们做测评对内存要求不是特别高。完了，本来还想有点仪式感的，结果有点瞎了。这里面最有用的就是这个贴纸了。我那天去小米之家看了一下，新的那个小米笔记本，我觉得贴一个这个，逼格满满，有没有？里边的东西呢，就和7P 那个一模一样啊，一个耳机。这个耳机啊，新的包装之后啊，感觉特别像 AirPods， 就是没有底下那个线的感觉啊。后面呢还是有一个Lightning 转3.5的一个转接头，然后里边数据线。充电器方面呢，这一次 iPhone 8 Plus 它是支持快充的啊，网上呢最高可以说是支持20多瓦、29瓦吧。充电头呢需要单独购买，然后这个线呢也是需要单独购买的，因为它那充电头是 Type C 的 ，Lightning 转上 Type C 啊，好像是500多块钱才能购入一套苹果的快充。原厂还是这个5伏1安，现在竟然还有5伏1安的充电器。把膜撕开，首先在颜色上呢，刚刚打开之后啊，感觉这次这个黑色版呢，跟外边的这个盒子的颜色非常像，它是有点灰的。如果跟7 Plus 这个黑色一比，就特别的明显。它的定义也是一个灰色版，然后中框呢也都是一个灰色的，并没有那么黑的彻底啊。OK， 现在正在激活，整个手机啊上手的手感和这个 iPhone 8 Plus 基本上没有任何区别，尤其如果你用的是亮黑色的话，因为它后边这个玻璃的质感呢，其实我感觉还没有这个亮黑色的这个质感好。首先这个光滑程度上就差一些，肯定也是有涂层了，但是这个摸起来呢还是有一点点的这个涩，周围的这个做工啊真的是特别的棒。这个四周呢，它是2.5的这个玻璃，跟整个这个中框结合呢是一丁点缝隙都没有。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啊，苹果的这个品控和工艺确实是。业界没得说的啊！这次还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是在后背 iPhone 这个字母的下边没有了那些什么苹果公司啊，或者说中国制造啊，在哪儿设计的啊，这个英文和中文的那些小字符，它也是取消掉了。这个改变是非常小的啊！如果你要是带上壳也看不出来。如果要是非想让别人知道的话呢，要么就裸奔，你要么就带一个透明的壳。整个后部件的质感呢，也是和 iPhone 7P 一毛一样啊。
设置为新的 iPhone。在输入这个苹果账号的时候，在这儿跟大家多说一句，有的时候你是新买一台 iPhone， 就是之前没有用过 iPhone， 然后没有这个苹果 ID 这个时候你可能买了之后用一下店员的啊，或者说是用一下朋友的这个 ID， 好像是先登进去，然后等着之后再换成自己的。我在这儿强烈建议你，一开始在购买之前就注册好一个苹果的账号，这样你下载软件的时候，更新的时候就直接输入自己的。如果你用别人的，你后期再改成自己的，那在登录他的账号那个期间，下载的软件更新的时候必须要用他的这个账号，所以说就比较麻烦啊。这次在苹果的秋季发布会上呢，有一个重要的更新，就是 Siri 将会变得更智能，而且这次 A11的这款处理器呢，之前咱们听过这个 AI 处理器啊，这个就是仿生处理器，估计也是人工智能的一种啊。对这个仿生处理器特别加持的 AR 功能呢，也做了一个简单体验。目前软件方面呢，感觉还并不是太完善，没有特别酷炫的像演示那样的大游戏可供你玩都是一些这个什么宠物啊，或者说一些标记类的小体验。但好在，如果你更新 iOS 11之后，老的 iPhone 呢也是可以用这个功能的。苹果早在 iPad Pro 发布的时候就强调了 AR 的功能，相信在这一块呢，后期开发